又在看结婚照。我想听你说我们的故事。我们第一次碰面时，你对我的感觉是怎么样？当然很不好。世珍，世珍，还不起来啊？现在几点？快12点了。你昨晚做 project 做到几点啊？我才不告，可以不要去吗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我最讨厌不讲信用的人了。真的很累，想回家休息，你放过我吧。前几天我也是为了赶 project，没有什么睡啊，可是我还是去。21岁的 birthday party， 你知道有多重要吗？我这个星期很多 exercise， 我真的很累。这些都是借口。分手吧。啊，世珍，你干嘛老是叫我跟他分手？真的吗？他这么花心。你每次都这样，上次要我帮你做卡片，这次要我帮你做灯牌。因为你是我的好 brother， 有难的时候，我当然第一个人找的是你啊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现在是不是跟其他女生在一起，所以没有空做这些东西？当然不是啊。约了 VIP 客户要给他签约。是啦，鬼才会相信。哎呀 ，brother， please 啦，我这次真的需要你的帮忙。好，我会介绍又好又漂亮的女生给你，好不好？不需要，谢谢。我会自己找女朋友，你不用担心。总之，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就是跟他分手，狠狠的伤心一次；第二就是接受他花心的事实，伤心一辈子吧。他只是年轻，不定性啦。那你等他老的时候再跟他在一起啊，到时候他就会爱你一个人了。爱情这种东西没办法讲时机的。谁说的？我会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。直接上厕所。谢谢啊。哎，先生，你的手机。谢谢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草莓口味的巧克力呢？没啦。柜子上没有，应该就没有了吧？你试一下杏仁口味也不错啊。不行，我的好朋友就喜欢吃草莓口味的。你的朋友真的很难伺候。对面那间杂货店，他们货比我们齐全，你可以去那边买。千万别跟老板说是我跟你说的啊。谢谢你啊，多少钱？下次再给吧。谢谢你啊。手机呢？怎么样，找到没有？哎，你看找到了，幸好没有被别人拿走啊。这手机不是我的，我手机后面有贴纸。世珍，嘉轩，哇，生日快乐！好久不见，啊，知道我买了什么东西给你吗？你最喜欢的巧克力，好好哦。
知道你不开心的时候喜欢吃这款巧克力。你看，我还买了4盒给你耶！谢谢。就是应该这样嘛，生日就应该开开心心的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刚刚买这个巧克力的时候，不小心弄不见我的手机啊！那怎么办？这是别人的，拿错了。那都不知道要怎么办，打了很多通电话给他都没有听。打来了。Hello， 请问你是手机的主人吗？我是啊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随便拿别人的手机。不好意思，我应该是今天上午在便利店弄丢了我的手机，所以不小心拿错了。请问你在哪里？我们约个地点换回来吧。我在新加坡河附近，你呢？太好了，那我们9点在加文纳桥见面好吗？ OK 啊，拜拜。怎么样？留下去换回来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Xuan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你不是说你不能来？我是骗你的，你是我的 baby， 是我的 VVIP， 有谁比你还重要？许个愿，这个蜡烛吧。嘿，小姐，你可以帮我放多一点 wasabi 进去这个豆腐皮寿司里面吗？我的朋友很喜欢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幸好你来了，要不然小轩一整晚都要苦瓜脸了。特地赶过来，肚子饿吧？来，吃点寿司。对我这么好。对了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好 brother 盛康，这是我 baby 的 BFF 世珍，可以叫他龅牙。我先走了。哎 ，brother， 这时候来了，吃点东西吧。啊，好了，我自己来。干嘛？喝点水。我有事先走啦。哎，birthday，love you。来，喝点水。哦，这么难吃啊！是你啊？是啊，这么巧。有空吗？请你喝咖啡。阿浩是怎样的人？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阿浩是个很讲义气的人。之前我和朋友参加短片比赛的时候，他是我朋友请来演戏的。你拍片？我从小就很喜欢看电影，我的梦想是能拍出让大家都喜欢的电影。你拍什么片啊？是励志片，也有带出一些爱护动物的讯息。最近有一部评价很好的武侠片，你有听过吗？你是说李安的《卧虎藏龙》？你有看吗？我有看，我很喜欢李安。我也很喜欢他的，我真的很佩服他，每一部电影都能拍出不同的风格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部电影我看了5遍呢。这么夸张？一说到电影你就那么兴奋，你应该对电影很有研究吧？我本来是想要读电影系的，可是本地没有什么厉害的电影课程，所以就算喽。你可以出国读啊！我当完兵后打算出国念商科。可是我又不舍得我爸妈，而且我有点害怕一个人出国。哎，既然你这么喜欢拍电影，为什么不读电影系啊？
有其他的原因啊。你不要跟我说，因为你父母不让你读啊！哎呀，我就知道，他们每次都会这样的哦，什么读电影啊，赚不到钱那没有用啊。既然你这么喜欢看电影，那下次你不告的时候，你可以约我啊，我可以陪你去看的。错过了，遇见了，在你故事里的我，能不能会回头？还以为两人会一直到最后，你走在人群中。擦肩的和我也没什么不同，相信给过的承诺，誓言还有什么用？剩下的都是借口。错过了，遇见了，在你故事里的我，围绕着你的生活，忘了我的感受。闭上眼睛那一刻，故事最后几页该出现的你，会微笑着，却不在这。错过了，遇见了，错过的幸福呢？我们都变成了两个微笑点头沉默的过客，曾经给过的承诺，誓言还有什么用？回忆里的枷锁，错过了，遇见了，在你故事里的我，围绕着你的生活。我还以为你很有运动细胞，没想到你的滑轮技术还真的很差。怎么了？我小时候，我爸妈带我去美国德州，那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马，我真的觉得它们好可爱，我真的很兴奋哎。后来我爸每次出差，他都会带一只马的玩偶送我。你跟你妈妈的关系真好啊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跟你爸妈的关系不好吗？我爸他很少回家，为什么？他常常在国外工作啊。他和我大妈住在一起。Sorry。其实我爸也是蛮疼我的啦。对呀，不然他怎么会叫你读商科？他一定是要你接手他的工作。我大妈有个儿子，长大后他会接手我爸的生意。那为什么他要逼你读商科？是我自己想读的，我希望有一天能帮到他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跟人家说我家里的事，我怕他们用一样的眼光看我。那你跟我说就对了。我这个人啊，什么都不好，就是口风很紧，像保险箱一样很紧，什么密码都打不开。这是我妈买给我的相机，虽然有一点旧，可是还不错啦。到时候我洗了照片，我会给你一份。好啊。今天真玩得很开心。Rollerblade， 你说改次我们要不要再去 Rollerblade？ 可以啊。我的家就在那里。哦。谢谢你送我回家。不客气。我先进去了。我真的进去了。拜拜。世正，什么事？听说我要读的大学有个短期的电影课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你的意思是要我跟你一起出国念书？
不是说你不敢一个人出国读书吗？如果我陪你的话，你就不需要怕了。可是我已经查过了，很多好莱坞的大导演都有上过那个课。主要是你有没有兴趣？我当然有兴趣啊。能不能回头？还以为两人会一直到最后。你走在人群中，擦肩的和我也没什么不同。相信给过的承诺，誓言还有什么用？剩下的都是借口。错过了，遇见了，在你故事里的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和你出国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错过了，遇见了，在你故事里的我，围绕着你的生活，忘了我的感受。世珍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世珍说他家里出事了，处理好会联络小轩，可是到现在，小轩都还没接到他的电话。听阿浩说你家里出事了，需要帮忙吗？昨天我去旁听你申请的电影课，老师还蛮幽默的。不好意思。世珍，你为什么还是不接我的电话？你最近好吗？Mr. Teh Cheng Hao, do you take Miss Chan Ting Xuan for your lawful wedded wife to live in the legal estate of matrimony? I do. Will you love, honor, comfort, and cherish her from this day forward, forsaking all others, keeping only unto her for as long as you both shall live? I will. Miss Chan Ting Xuan, do you take Mr. Teh Cheng Hao for your lawful wedded husband to live in the legal estate of matrimony? Yes, I do. Will you love, honor, comfort, and cherish him from this day forward, forsaking all others, keeping only unto him for as long as you both shall live? I will. I pronounce you man and wife. You may kiss the bride.
Ladies and gentlemen, I present to you Mr. and Mrs. Tay Cheng Hao.来，世珍拍照。大家今天都很美过来，过来啦。几点了？好，来，站靠近一点。OK， 来，预备，1、2、3。OK， 很好，多一张。1、2、3。OK， 我们现在换一换队形，再来拍，好不好？盛康，过来。过来，这里。靠近一点哈，靠近一点。你的牙套脱了，几时脱了？OK， 来，那位帅哥，不要一直顾着跟美女讲话哦，来看这边。OK， 预备，1、2、3。OK， 很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好久不见，好不好？是啊。 3，一人可以先休息一下，我现在是拿兄弟。 欢迎光。能聊聊吗？我在忙。我不会打扰你太久的。 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几年你过得那么辛苦。你干嘛道歉？我过得辛苦又不是你的错。可是我真的很心疼你。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，我可以帮你。你要怎么帮我？我听小轩说，你为了还债，一天打2份工。我不想看你那么辛苦。 我可以靠自己，不用你担心。可是，你就让我帮你吧。真的不需要。那你明天几点下班？我来接你。盛康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现在已经是不同世界的人了？那你给我多一次机会，让我认识现在的你，可以吗？ 我已经错过你1次了，我不想再错过你第2次。总之，明天我来接你，我们一起吃早餐。你说盛康现在每天接你上下班？小轩，你小心一点啦！哎呀，我只是怀孕，又不是什么病人。 而且还买你最喜欢的食物给你吃。所以你们重新开始了？还没有啦。他人这么好，对你又这么体贴，虽然跟我老公比起来差那么一点啦，可是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他。我其实听阿浩说啊，盛康这些年都不交女朋友，如果他不是还喜欢你的话，他干嘛不交女朋友啊？ 再说了，有人不是也一直单身？如果不是还喜欢他的话，你干嘛也不交男朋友？我是因为工作很忙，没有时间交男朋友。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但说真的啦，他人这么好，你真的一点都不考虑吗？我不是不心动啦，我是不敢。你不敢什么？ 我怕连累他，我怕他跟我在一起，他还要帮我还债。我知道你担心什么，可是既然你们现在遇见的话，就表示你们之间有缘分。那如果有缘分的话，干嘛要放弃？现在有一个人出现了，在你身边陪着你，可以让你痛苦少一点，快乐一点，不好吗？ 我
真的很希望你幸福。送你。原来你还记得我喜欢这个啊！送人礼物有2种原因，第一种就是为了让对方开心，第二种就是做错事了。你是哪一种？怎么了？世珍，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美国生活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原本打算参加完阿浩的婚礼就回去美国，没想到又遇见你。这几天我爸一直在催我回去，继续打理那里的生意。你说过你会想办法留下来的。是，我是有说过。可是你没有做到。我们到了美国还是可以开始新的生活。那我妈呢？我不能丢下她一个人跟你一起走啊。我可以带你们一起去。我妈的病好不容易稳定下来，突然换个环境会影响她的病情，我不想要再刺激她。你放心，我已经问过我美国医生的朋友，他们有信心把你妈的病治好。这还给你。世珍，我最讨厌像你这种不讲信用的人。世珍。云，要去做了。谢谢你们抽出时间来到这里。我相信在场的各位应该很认识轩，或者你们叫他小轩。轩，他是个很简单，一个心地很好、很善良的一个人。不管别人有多坏，他只会看到他们的优点，他们最好的一面。否则，他就不会嫁给我了。轩，我知道你在守护着我们，你在听着。谢谢你教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，就是 Love conquers all。虽然你已经不在我们身边，但我和女儿会学习你的善和你的美，我们会过得很好的。我们非常想念你，这不是离别，我们还有机会再相遇的。我爱你，轩。好好照顾自己啊。你也是。你们慢慢聊吧。你走吧。没想到每次都是阿浩和小轩把我们联系起来。
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怎么了？我妈去年离开了，跟小轩一样，乳癌。对不起。死亡就是这样的，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。不管你有多爱他们，都会想要一辈子跟他们在一起。失去了就是失去了。可惜我们都习惯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。尚康，我想要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为什么道歉呢？这10年来，我经常会想起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我对你说的话、做的事，我真的很后悔。为什么当时我就是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为你想一想？为什么我只会怪你？我太自私了。当年我也有错，我应该跟我爸争取留下来。如果当时你真的这么做，可能现在的我们就会不一样了吧？你觉得我们有机会重来吗？世珍，大家都在等我们呢，可以出发了。我男朋友Darren，尚康。你好，你会跟我们一起去吗？不，我还有事。那好，我们走吧。错过了，遇见了，在你故事里的我，围绕着你的生活，忘了我的感受。闭上眼睛那一刻，故事最后几页该出现的你，会微笑着，却不在这。错过了，遇见了。我们都变成了2个微笑点头沉默的过客，曾经给过的承诺，誓言还有什么用？回忆里的枷锁，错过了，遇见了，在你故事里的我，围绕着你的生活，忘了我的感受。哎，所以你明天要到你爸公司上班，为什么这么突然啊？大妈的儿子昨晚车祸去世了，醉酒驾驶。那哥没事吧？所以我爸打算把我从美国调回来管理这里的生意。所以接下来你都会留在这里。那你跟世珍不是可以？我他已经不可能了。我知道她有男朋友，我也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。我 brother， 你已经41岁了，你不觉得应该去争取你爱的人吗？爱情不只是占有，还有祝福。你们已经错过这么多年了，难道还要继续错过吗？这样放手啊！
真的很希望你幸福。你觉得我们有机会重来吗？世珍，你在想什么？我们分手吧。好久没来这里了。这里一点都没变啊。你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没事不能找你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我刚好有东西要给你。你要结婚了？她是我爸生意伙伴的女儿，我们认识很多年了，只不过一直都是普通朋友。毕竟我也到了适婚年龄，她人也蛮好的，我们两个也有相似的背景，以后也会一起打理生意，应该很多话聊，可以走一辈子吧。你会来吗？我希望能得到你的祝福，反正到时候我会帮你和 Darren 留位置。小轩，还有我。Sorry， 我现在没空接听你的电话，有什么话想说，你就留言给我吧。你醒了。盛康，先喝点果汁吧。昨天你打给小轩，跟他说的话，我都知道了。小轩，盛康要结婚了。还以为两人会一直到最后。我本来想要跟他说，我单身了，我终于可以和他在一起了。可是他却跟我说他要结婚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一直错过对方？为什么？闭上眼睛那一刻，故事最后也该出现的你，会微笑着，却不在这。错过了，遇见了。
什么事啊？是真的。沈刚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应该早点让你知道你对我多重要。20年前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被你吸引了。我每天想见你，听你说话，看你笑。当你答应跟我出国念书的时候，我开心的一整晚都睡不着。我为了让自己没有时间想你，每天都让自己很忙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，我好一阵子没有想起你了。可是当我遇见你的时候，所有的感觉又回来了。我才发现，心是不会骗人的。我们原本有机会幸福的，可是我们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。我想再等10年，你呢？那你的婚约怎么办？盛康，你不能这么做，这对那个女生不公平。如果我继续跟她在一起，才对她不公平。因为我心里会一直有你。我的感受。医生让你好好休息。对不起，要留下你一个人。你会好起来的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医生说过，只要你去德国，就会被治好。这辈子能遇见你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不要再说了。下辈子，我们不要再等20年了。盛康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，我们永远都要一起度过。今天、明年、后年，跟永远，一直到老都要一起度过。盛康。盛康，盛康，闭上眼睛那一刻，故事最后记忆该出现的你，会微笑着，却不在这，错过了遇见了。错过了幸福呢？
着。